究竟是什么人能逼得万梓良、刘德华零片酬出演，甚至连 TVB 大姐大刘嘉玲都被迫放弃手头的片约，飞往荷兰进行拍摄？他就是在14K 拥有强大背景的李连杰经纪人蔡子明。上世纪80、9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，各位江湖大佬纷纷将目光投向电影市场。远在荷兰的蔡子明嗅到这一商机后，迅速赶回香港。随着英雄黑帮片《英雄本色》的大火，许多大佬纷纷将自己的经历搬上荧幕，在赚足了钞票的同时，对自己以往的经历也是一种缅怀。蔡子明自然也不例外，他原本计划请江湖情的原班人马将自己的经历拍成电影，但万梓良、刘德华等一众大咖片约太多，实在抽不出时间，邀约不成。蔡子明一怒之下便动用14K 的力量，用枪强行将万梓良、刘德华等人请到片场，于是便有了这部《轰天龙虎会》。影片的开始模仿了《教父》，主要展现了上一代人的恩怨与守旧的思想。池叔、大烂财和烧鸡是患难与共的三兄弟，他们的社团统治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唐人街。这天呢，社团的死对头土狗刚刚出狱，就冲到大烂财的赌场闹事儿。不过由于技不如人，土狗很快便铩羽而归。大烂财知道土狗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于是向大哥池叔建议，趁着他们社团势大，直接扫清唐人街所有敌对势力，一家独大。但池叔却认为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他们和其他社团应该和平相处。听到大哥这么说呢，大烂财也没了办法，只能忍下了土狗这口恶气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们不去找麻烦，麻烦反而找上了门。晚上呢，大烂财带着2个儿子波比和丹尼去看干妈艳红的演唱会，不料土狗也出现在这里，还对艳红出言不逊。还好烧鸡及时带人赶过来，亮出霰弹枪吓走了土狗。他们原本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，可没想到这个亮枪的举动却让土狗意识到自己的不足。他开始大量购买军火，伺机对三兄弟展开报复。很快呢，便找到了机会，土狗埋伏在池叔经常出现的酒店门口，突然发动袭击，3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为了保护池叔和儿子，大烂财当场牺牲。烧鸡怒不可遏，疯狂发起反击，可最终还是不敌土狗的冲锋枪。干掉2人之后，土狗顺利找到了波比和丹尼的藏身之处。就在他准备动手时，池叔突然从背后开枪，土狗终于毙命。20年后，波比和丹尼呢，终于长大成人，成了社团中的中流砥柱。虽然池叔一直向往平静的生活，但江湖从来都是个纷争不断的地方。就在几天前呢，越南帮派人强占了社团的餐馆，还将波比的小弟光仔打得遍体鳞伤。波比忍不下这口恶气，于是呢，便向池叔建议，现在社团兵强马壮，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扫清越南帮、黑手党等其他帮派呢？他和大烂财不会是亲生父子，连问的问题都一样。但池叔给出的答案也和20年前如出一辙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就算将他们全都赶出去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到头来受伤的还是自己。所以社团之间更应该和睦相处。不过波比和丹尼却咽不下这口恶气，就算不扫清唐人街，至少自己的地盘要抢回来吧。于是2人当即带人抢回了餐厅，还将越南帮的人暴打了一顿。越南帮老大阿明心里不服，于是带人到池叔的生日宴上闹事。本着以和为贵的池叔不愿意和他起争执，为了安抚阿明，甚至将社团的麻将馆让了出来。可池叔的退让并没有换来他想要的和平，反而让阿明得寸进尺。这天早上呢，池叔出门晨跑，结果阿明派出的杀手早就埋伏在附近，池叔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枪手枪杀，而波比和丹尼同样也受到了袭击，在牙仔的掩护下，他们才仓皇逃走。看到这里，细心的观众也许就会发现，刘嘉玲所饰演的艳红并没有死，为什么从影片中消失了呢？刘德华和万梓良、陈奎安一众大咖，又为什么会在开头领了盒饭？因为虽然蔡子明采用暴力手段胁迫了他们，但这一众大咖背后的公司在江湖上呢，同样有着不可小觑的实力。得知自己的当红艺人被劫持，他们纷纷派人来和蔡子明谈判。饶是14K 力量再强，也不想犯了众怒。迫于压力呢，蔡子明只能放人。所以在让刘德华、万梓良和刘嘉玲等人拍了几个镜头之后，蔡子明只能被迫修改剧本，让波比和丹尼成为本片的主角。而在这之后的故事就是根据蔡子明的亲身经历改编的。逃过一劫的波比和丹尼决定放弃吃出那套以和为贵的做法，用武力解决问题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要先查清楚阿明的行踪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不查不要紧，这一查，波比发现了一个大阴谋。意大利黑手党史嘉丽想要霸占唐人街，于是便派手下阿密为他扫清障碍。阿密不敢直接和池叔对抗，于是便买通阿明由他下手。只是没想到阿明办事不力，竟放走了波比和丹尼。了解了敌人的详细情况，波比决定先从阿明下手。他和丹尼先是暗杀了阿明的得力干将，然后偷偷潜入他的基地。阿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小弟们很快就被干掉。阿明趁机逃走，不料却被波比截住，一枪解决。杀死阿明之后，波比以为池叔报仇为由，重新集结社团旧部，并成为新的社团龙头。
在他的带领下，社团重回唐人街第一的宝座。此时呢，史嘉丽终于意识到波比不是泛泛之辈，于是他处决掉办事不力的阿密，亲自进入唐人街。但为时已晚，波比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他买通一名高级警探，两人相互配合，端掉了史嘉丽的面粉窝点。史嘉丽也因此成了通缉犯，被迫跑路。没了对手，波比成了唐人街真正的霸主。可他野心还远不止如此。波比计划趁着这个势头一统唐人街，并将他们的势力扩充到唐人街外围。为此，波比需要打造一条完整的面粉产业链。于是他深入金三角，见到了大毒枭程将军。起初，程将军并没有将这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，但在见到了波比带来的美食和中性军火后，程将军大喜过望，当即就把阿姆斯特丹的面粉代理权交给了波比。回到阿姆斯特丹，有了独家货源。波比开始强势扩充地盘，很快呢，他们就打出唐人街，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地盘大肆售卖面粉。有了钱，波比的实力再次壮大，再加上他有金三角的独家代理权，波比迅速成为了阿姆斯特丹的地下霸主。不过如日中天的波比在巨大的成功面前也开始迷失自我，他爱上了一名叫安妮的女孩。坠入爱河的波比呢，开始逐渐疏于管理社团事务，为此丹尼还和他大吵了一架，但波比依旧不肯悔改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史嘉丽已经回到阿姆斯特丹，并集结手下准备对波比动手。他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先是派杀手干掉了波比的得力干将雅仔，然后大肆进攻波比的场子。波比事业受挫，痛失雅仔，连他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。波比怎么都没想到，安妮呢居然是一名卧底。起初安妮也不愿相信波比就是毒贩，但在亲耳听到波比交易的证据之后，安妮大失所望，最终呢选择离开了波比。波比受到了巨大的打击，他决定带领社团成员和史嘉丽决一死战。可这次波比和丹尼没能继续往日的辉煌，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，他和丹尼双双阵亡，反倒是史嘉丽活了下来。最后呢，史嘉丽虽然被警方逮捕，但在庭审前，他买通法官贿赂陪审团，最终呢被无罪释放。法院门口呢，史嘉丽正得意地向记者宣告自己的胜利。过了今天，他就能重新打回唐人街，成为阿姆斯特丹新一代的霸主。可就在这时呢，突然传来2声枪响，史嘉丽应声而倒。原来是波比的手下光仔为了帮他报仇，藏在了人群之中。安妮接到报警后赶来，虽然他看到了光仔，可是却并没有选择揭发他。也许这是他能为波比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影片最后呢，因为阿姆斯特丹2大龙头相继殒命，各大小社团纷纷跳出来争抢地盘。虽然波比和史嘉丽落下了帷幕，但一切似乎又重新开始了。影片中波比的经历和蔡子明本人还是有很大相似之处的，只不过蔡子明并非是出生在荷兰，而是出生在广州。蔡子明原本姓欧，后来和兄弟一起改姓蔡。他自小便十分顽劣，不喜欢读书。1978年，他跟随亲戚来到香港，凭借亲戚的关系，在香港承包工程。工程建设向来都是黑社会的重灾区，因此不少香港本土的帮会都有染指。可蔡子明居然能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。后来他嫌做工程来钱太慢，于是便孤身前往荷兰另谋生路。凭借狠辣的做事风格和出色的身手，蔡子明很快便被荷兰14K 老大一中看上，并收做了义子。这个一中对应的便是片中的池叔，只不过两者不同的是，一中原本在香港时就名气极大，后来因为惹上了人命官司，才不得已跑到荷兰。在一中的支持下呢，蔡子明在荷兰做起了面粉生意，并且混得风生水起。80年代末，港片进入黄金年代，早就赚得盆满钵满的蔡子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转做正行的机会，于是呢便回到香港。凭借14K 的关系，他结识了当时香港的14K 大佬胡须勇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成立了富艺影视公司。轰天龙虎会上映之后，取得了1000多万票房的好成绩，这也让蔡子明尝到了电影的甜头。于是呢，他便开始物色新的影星。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李连杰和嘉禾发生了矛盾。当时的李连杰只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又怎么会是嘉禾的对手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蔡子明出手了，他摇身一变成了李连杰的经纪人，随后代表李连杰和嘉禾谈判，成功解决了麻烦。当时的李连杰已经通过黄飞鸿大火，在拍完《男儿当自强》后，蔡子明又为李连杰量身定做了《新龙门客栈》，甚至利用自己在荷兰的影响力，请来史泰龙为他助阵。可惜好景不长，1993年4月16日，蔡子明在回公司的路上被2名手持 AK 的男子当街枪杀，享年38岁。关于蔡子明的死，众说纷纭，有人说是他在荷兰的仇家复仇，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得罪了人。李连杰在嘉禾时一直在给罗大卫拍电影，可是这个罗大卫却不讲信用，强行压榨李连杰。后来蔡子明出面救出李连杰，罗大卫便一直怀恨在心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罗大卫结识了新义安的陈志明，两人共同成立了红发电影公司。这个陈志明是苏龙的徒弟，有香港戏王之称，人送外号疯狗。在罗大卫的怂恿下，陈志明拿着 AK 去和蔡子明谈判，强行要求他将李连杰让给自己。结果呢，当然遭到了拒绝。于是陈志明怀恨在心，便一手策划了这场谋杀。
只是因为这件事牵扯太多，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能指认幕后的真凶，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是个谜，并且就连香港警方也一直都没有结案。成龙大哥就曾在采访中表示，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凶手是谁，他就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证据，到今天都没有结案。